大家好，我是 Waze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茶的起源以及它的健康效益。茶发源自中国西南地区，但关于茶的起源时间仍然没有明确定论。最早有记载茶的文献，可能是西汉文学家王褒所写。他在四川的朋友家时，买了朋友家的家童，明确规定了哪些是他必须从事的劳役，以及哪些是他不准得到的生活待遇，还为此写了篇文章，名为《同约》。文中有提及仪式茶的字句，但西汉时代还没有茶这个字，只有荼。这个字除了茶的解释外，还有菜的意思，因此对于这篇文章是不是最早的文字记载，仍然有一些争议。不过，不管这篇文章是不是最早描述茶的记录，它或许有机会成为最早冠老板的铁证。茶这个字到了唐朝才正式出现，茶叶也是在当时随着佛教传播到日本和朝鲜半岛。当时出了一位茶圣，也就是陆羽，写了一本专门论茶的茶经，内文写道：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。神农氏就是那位喜欢在外拈花惹草不是，是有实验精神、尝百草的神农大帝。我们常讲，我们是炎黄子孙的后代，黄指的是黄帝，炎指的就是炎帝，也就是这位神农大帝。总之呢，大约在西元前2700多年，相传神农氏有一天在野外煮水时，刚好有几片叶子掉到锅中一起煮，随后发现煮出来的水呈浅黄色，喝了之后生津止渴。研究后还发现能利尿解毒，此后茶就被认为是一种养生的良药。另一个茶的起源传说，则是与达摩祖师有关。没错，就是传说中开创易筋经、洗髓经、少林72绝学的那个男人。在西元470年左右，达摩祖师曾在少林寺面壁修行9年，过程中为了对抗睡意，竟把双眼眼皮割下，丢在地上。不久后，该处竟长出小树。达摩祖师在最后1年时，差点遭睡魔入侵。当时他采食了小树上的叶子，立马脑清目明，帮助他完成了最后1年的修行。此后也开创了禅宗与茶道的不解之缘。题外话，眼皮能帮助眼球保持湿润，如果没有眼皮的话，会使眼球干涩，严重的话会造成眼角膜受伤，视力受损哦。从这些故事可以发现，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接下来我们以科学角度来看看茶对人体有什么帮助吧。茶的滋味万千，具有苦、涩、鲜甜、酸等嗅味觉上的刺激。苦味来自咖啡因，茶的涩味则是来自于茶多酚的影响。而茶多酚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黄烷醇类的儿茶素类，占了70到80%。而儿茶素类之中，最重要也最常被研究的是占50到70% 的表末石酯儿茶素末石酯酸酯，英文缩写为 EGCG， 其抗氧化效果比维生素 C、E 的效果更强，因此主流的研究都是针对 EGCG 所做的讨论。茶叶可经由发酵程度的不同，制成乌龙茶、红茶等茶类，而发酵的过程会改变儿茶素类的成分，因此这些发酵过的茶就不会像绿茶这类都没发酵的茶，让人有明显的茶涩感。儿茶素类可借由发酵转变为茶黄素及茶红素，其中茶黄素和茶氨酸构成了茶的鲜甜味。茶黄素对红茶茶汤的明亮度和口感有相当大的影响，而茶氨酸具有焦糖风味，且能缓解咖啡因的苦味，也被认为是茶叶风味的主要来源。茶红素是红茶特有的成分，它对茶的酸度及色泽造成的影响，
但因为茶红素物质相对不稳定，而且相较于茶多酚、茶黄素、茶氨酸，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最弱的，因此关于它的研究是比较少的。乌龙茶素也是儿茶素发酵而成，顾名思义，它是乌龙茶特有的物质，但相关的研究又更少了，因此在这里我们便不讨论。研究的结果繁多，我们参考近5年的文献回顾，做成简易型的表格，看看茶的这些主要成分对人体哪些方面可能有预防或改善的效果吧。最主要的研究多数与对抗癌症有关，机转可能是减少活性氧化物质，减少发炎反应，抑制肿瘤血管新生，促进癌细胞凋亡等作用。茶的研究众多，仅列出部分可能有帮助的疾患，请观众们自行参阅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呈现一下绿茶、乌龙茶以及红茶在这些成分上含量的比较。我们可以发现茶氨酸的含量由多至少，依序是绿茶、乌龙茶、红茶。茶多酚也可以说儿茶素类，它的含量随着制茶时的发酵递减，由多至少，同样也是绿茶、乌龙茶、红茶。茶黄素和茶红素则是在茶多酚发酵后，也就是乌龙茶和红茶才会出现的产物。咖啡因的含量则是没有太大的差异。另一个表则是整理市面上常见到的茶品，依发酵和烘焙程度所做的分类。这些图表提供给各位作为在选择茶品上的参考。虽然我们在这里推广喝茶的好处，但要避免过多的摄取，以免过量的咖啡因造成焦虑、易怒、心跳加快等症状。在下午2点之后，也要避免饮茶，以免影响夜间的睡眠。我们一直提到的茶多酚也会影响身体对铁的吸收，严重的话会造成缺铁性贫血。因此在喝茶时要避免和食物一起享用。茶的具体好处因茶的种类、制作方式和饮用习惯而略有差异，同时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身体状况也会影响茶的效果。但无论哪一种茶品，只要适量饮用，都是明智的选择。以上是茶的基本介绍，以及茶研究的简单回顾。祝您每天都能享受美好的茶香。我们下次再见。